大家好，今天这个视频我会带着你使用 Procreate 画出这幅风景水彩画，从而帮助你熟悉 Procreate 的基本操作，并掌握画出水彩效果的方法和一些技巧。那么让我们开始吧。在进入 Procreate 首页之后，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新建画布，并选择 A4 纸尺寸。进入画布后，双指旋转当前画布为横向，点击笔刷按钮，向下滑动笔刷分类，点击加号，新建一个笔刷组。随着绘制过程，我会把用到的笔刷都复制到这个组合中，方便调用。这些笔刷也是绘制水彩时常用到的笔刷。我先拖拽进来一个铅笔笔刷，用来打草稿。传统水彩画纸的纹理会让最终呈现的水彩效果更加生动。这里我们需要提前在网上下好一张水彩纸纹理照片，我也会把我使用到的纹理图片下载链接附到评论区。点击左上角工具，添加，插入照片，选择纹理图片。由于尺寸有差异，这里我们可以拖动纹理图片的锚点来调整其大小，让纹理图片完全覆盖当前画布。然后点击右上角图层按钮，重命名该图层为纹路。点击图层上的字母 N， 可以调整图层属性为正偏叠底模式，并一直保持该图层为图层列表中的第一个，这样水彩纸的纹路就可以得到保持，并且它不会覆盖其下面图层的内容。这里简介一下图层的概念，可以把图层理解为一张张透明的塑料片。一幅画通常由多个图层组成，即相当于把多个画有单独物体的塑料片摞在一起所呈现的效果。图层的优点是可以单独处理画面的某一个物体，对其单独绘制，方便后续对其单独调色或修改尺寸。接下来我们新建一个图层来绘制草稿部分，用笔将该图层移动到纹路图层下方，重命名为草稿。点击右上方笔刷按钮，选择6笔铅笔，在左侧可以调整笔刷的尺寸，若需要修改颜色，则点击屏幕右上角的圆圈。开始绘制草稿，首先画地平线，这里有一个画直线的技巧，画完横线后停留1秒钟，会自动变为直线，这时只要点按一下屏幕，线会调整角度，吸附到0或90度上。接下来画远处的山脉，由于我觉得山画的有点高，此处我点击了左上侧鼠标按钮，下方选择自由变换，通过移动锚点来降低山的高度。然后画剩余的草稿。起稿时不需要纠结具体细节，需要关注画面整体的位置结构。在画小船时，可适当放大画布进行绘制。此处我需要对小船的尺寸进行修改，先点击左上方的选区工具，然后选择矩形选项，并勾选小船所在的区域，再点击鼠标按钮，就可以对小船进行尺寸调节了。然后添加一些细节，觉得画错的地方可以选择橡皮擦按钮进行擦除。草稿完成后，开始上色环节。点击草稿图层，并降低图层的不透明度。新建图层命名为天空。与实际画水彩画的次序类似，上色顺序推荐由远到近。因为水彩的颜色是透明的，新加的颜色无法完全遮盖住原有的颜色。从远处开始上色，并尽量预留出空间给前景的物体。点击笔刷，选择着墨下的听和笔刷，它是水彩画的重要笔刷。我将它拖动到刚才自定义的笔刷组合中，然后选择云彩的颜色。水彩用颜色可以大胆一些，水彩颜色的变化与交融是其独有的魅力。先画几下找找感觉，觉得画错的时候可以双指点击屏幕撤销该操作。由于我感觉笔刷尺寸有些小，而且画起来有些陡，所以这里我对笔刷的属性进行调节，点击该笔刷，然后调整属性，最大尺寸调大。
在稳定性条目下增加其数量为 30% 左右。在画布上涂抹一下熟悉笔触，就可以选择颜色绘制天空了。拖着调色盘上面的小横线，可以将它固定到屏幕上，方便挑选颜色。这里我用一个鲜艳的红色来画天空中的云彩。画好基本形状后，选择有机下的棉花笔刷进行晕染操作，它可以模拟水彩画中颜色之间渐变的感觉。先将天空涂层进行阿尔法锁定，这样晕染操作就不会涂抹到云彩外面。调好笔刷尺寸和选好颜色后，对其进行晕染，可以让接近太阳的地方颜色明亮一些，远离太阳的部分颜色深一些。多尝试不同的颜色，效果不好时可以双指点击屏幕进行撤销，这样就可以让云彩有多种颜色，并有颜色之间互相渐变的感觉。画好之后，对天空涂层解除阿尔法锁定，使用天河笔刷对天空或云彩添加颜色。上色之后，为了与云彩原有的颜色更加协调，点击涂抹按钮，选择有机下的棉花笔刷，沿着新加颜色的边缘进行涂抹，这样就有了颜色交融在一起的感觉。这种效果与传统水彩中的湿画法类似。在云彩形状边缘部分向外涂抹，可以形成颜料向外扩散的感觉。另一个适合涂抹用的笔刷是水下面的清洗笔刷，它在涂抹过程中可以减淡原来的颜色。天空的颜色可以通过重复上色、晕染、涂抹操作来完成。在需要留白的地方，可以选择木炭下的烧焦的树进行橡皮擦除，它可以模拟出传统水彩中刀刮纸面的感觉。天空画好之后，新建一个图层来画山，选择深蓝色，使用天河笔刷进行绘画。可以在左侧调整笔刷的尺寸和透明度，尽量一次性把山的颜色涂完，这样就不会有颜色重叠的痕迹。在整体颜色画好后，同样使用棉花选择灰蓝色进行晕染。晕染时可以开启图层的阿尔法锁定，这样就避免颜色溢出了。山的整体颜色分布是上面深一些，下面浅一些，这样有雾蒙蒙的感觉。晕染后可以使用涂抹工具，选择棉花进行涂抹，让颜色交融的更加协调。近处的山画好后，新建一个图层画远处的山。过程相同，先用天河画好整体的轮廓，用棉花进行晕染操作，可以开启阿尔法锁定。
在距离太阳近的地方，可以使用明亮的黄色和红色进行晕染，适当的时候对颜色进行涂抹，让颜色交织在一起。在新建涂层画近处的树林，次序同样是先用听河画好形状，再用棉花进行晕染，最后使用棉花进行涂抹。画树时可以适当减小笔刷的尺寸，无法一次性画完的情况下，可以用涂抹工具把颜色重叠的区域涂抹均匀，这样远处的山与树木就画好了。现在画面中部分颜色涂抹到了水的区域，为了不影响画水面的效果，可将多余的部分删除掉。点击左上角选区工具，使用矩形选项，勾选想要删除的部分，然后点击鼠标按钮，并用笔将其拖拽到画布外面，这样就将其删除掉了。对山和天空的涂层使用同样的方法删掉多余的部分。删除后，水面区域显得更加干净了。新建一个涂层画近处的草地，顺序与之前相似，先用听河笔刷画出整体的形状，然后用棉花晕染出颜色的变化。最后适当进行涂抹操作。草丛整体的颜色分布是靠近水面的部分更暗一些，远处则偏黄明亮一些。画好基础颜色后，使用听河笔刷调小尺寸来画草丛的细节。近处使用深绿色，随着距离变远，颜色逐渐变浅变黄。画好之后，也可以适当用棉花笔刷进行涂抹。这样草丛的感觉就有了。新建一个涂层画小船的侧面，流程相同，先画基础的形状，然后晕染出颜色的渐变，最后进行涂抹。在画曲线时，如果画笔在屏幕上停留1秒钟，曲线会变得更加顺滑。这次晕染时，我没有使用阿尔法锁定该涂层，而是使用选区工具来选择小船，因为这种方式晕染的颜色会更深一些，符合小船暗处的特征。点击选区，选择自动选项，点击小船之外的区域，左右滑动画笔可以调节自动选择的阈值，然后点击反选，就会把小船勾选出来了。在晕染时，靠近水面的部分可以暗一些，小船侧面的上部分可以明亮一些，显示出水面反光的效果。画好侧面之后，画小船的上面，新建一个涂层，流程与画侧面一致。小船里面的颜色分布是越往下颜色越亮，因为有对面船板反射过来的阳光。
然后新建图层刻画船的细节部分，调小笔刷尺寸，用浅色画出船上面的甲板。再用深颜色刻画船的内部，可以沿着船的方向画一些横线，表示木板。船的外侧同样用深色沿着船的方向画。画好之后适当涂抹，这样小船就画好了。接下来处理水面的部分，在图层中双指捏合山、树、天空图层，让其合并成为一个图层，然后点击选区工具，选择矩形选项，选择地平线上面的区域，然后点击拷贝并粘贴。在图层栏中会新增一个天空的拷贝图层，点击该拷贝图层，然后点击鼠标按钮，在自动变换下选择垂直翻转，可以勾选对齐菜单里的对齐选项，然后用笔将该区域拖拽到画布的下方，就像变魔法一样，形成了天空的倒影。在天空倒影的下部边缘处，使用棉花笔刷进行涂抹，让颜色充满下面的画布。在适当的空白处添加淡蓝色，形成天空的感觉。水面的波纹可以使用橡皮选择天河笔刷横向擦出一些横线，然后使用天河笔刷或棉花笔刷进行横向涂抹。新建一个图层画草丛的倒影，将该图层放置到草丛图层的下方。使用听和选择深绿色来画倒影，在贴近草丛处颜色更深一些。可以将水面图层暂时隐藏起来。画好基本颜色后，使用棉花进行涂抹，让颜色分布更加均匀。在倒影边缘处涂抹，可以让边缘变得模糊一些。再新建一个图层来画小船的倒影。使用听和笔刷选择棕色来画基本形状。然后使用选区工具选择倒影区域，方法是先选择倒影外的区域，然后点击反选，选中后使用棉花对倒影进行晕染，让侧面倒影部分有明亮的红色，显示出水面的反光。画好后可以横向涂抹来显示出水面波纹的感觉，在倒影边缘处涂抹，让其变成模糊的感觉。现在是为水彩画注入灵魂的时间，在水笔刷组下面有一些墨点和喷溅效果的笔刷，可以选择一两款将其喷洒在画面的某些角落里，使用红色或者绿色，适当调低透明度，多尝试几次找到合适的效果。不满意当前效果可以双指点击屏幕来撤销，这可以模拟水彩颜料掉在画布上的感觉。将天空与倒影图层双指捏合，合并成一个图层，然后新建图层置于其上方，
为水面添加薄雾。点击选区工具，矩形选项，点击颜色填充，选择白色，沿着地平线横向画一个长方形。画好后点击调整菜单，选择高斯模糊，用笔点击屏幕并向右滑动，让高斯模糊值为 13% 左右，这样水面就有一层薄雾的感觉了。画到这里，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，新建一个图层，选择着墨下的技术笔，签上你的名字，这样一幅风景水彩画就画好了。通过这幅练习之作，我相信你已经掌握了使用 Procreate 画水彩画所必要的技术和知识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欢迎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